哇，快看看这个小子呀！俺觉得他日后绝对能成为一名老大。这是你转身到战锤 40K 世界听到的第一句话。在半梦半醒之间，你见到了一个金色大只佬，你本以为是帝皇，没想到是个绿皮大只佬。就这样，本以为能成为一名星际战士的你，变成了一只绿皮。但你转头想了想，在战锤 40K 这个黑暗而又危险的世界，绿皮也算是活得最舒坦的种族了，自己也不用在乎什么未来、命运、结婚生子这类乱七八糟的事，哇就完了。这时，绿皮真菌开始渐渐裂开，你奋力从裂缝中爬出，这也是你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在4只绿手的帮助下，你终于是爬了出来。你刚想感谢这个帮助自己的绿皮小子，却惊恐地发现，刚才拉你出来的4只手竟然来自同一只绿皮。小子，欢迎加入鬼牙教团。没错，是教团。俺们都听大潮老大的话，什么搞哥毛哥。俺们信的神叫大巨兽，不过说是4臂神皇倒也没有错。毕竟俺们之中最哇的就是像俺这种有4只手的了。在泰拉第41个千年的初期，一艘巨大的名为索利斯的太空废舰出现在了格尼姆黑暗星系。几个月后，基因窃取者开始在朝都世界苏里斯之中崛起，随后整个星球就陷入了大规模内战之中。但当帝国部队抵达时，这座繁荣朝都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却早已驶入了亚空间。然而与此同时，刚从亚空间驶出的太空废舰就在风暴星域撞上了一艘杀死克鲁泽型的绿皮巡洋舰，属于一位名叫斯坦格拉斯的死亡头骨氏族老大。鉴于死亡头骨部落在绿皮中就享有小偷和强盗的恶名，所以斯坦格拉斯自然就像所有优秀的死亡头骨首领一样，立马带领着小子们登上了太空废舰，完全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危险。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没遇到啥危险，只是在几个小时后才从废舰的地板上醒来，并且完全不记得期间发生过什么。视角来到索利斯号上的基因窃取者这边，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克拉肯虫巢舰队的分支，因为在太空废舰那迷宫般的通道内，绿皮部队很快就分散了开来。但基因窃取者并没有消灭这些绿皮，而是通过伏击制服了他们，随后便用产卵器将含有泰伦虫族遗传物质的基因种子送进了绿皮的体内。后面发生的事就大差不差了。总之，这就是绿皮基因窃取者教派的起源。他们的旗帜也十分鲜明，一只手持4把手枪的绿皮。因为这个设定实在是太过古早了，所以我们就以你诞生的鬼牙教团为例，展开讲讲绿皮基因窃取者。哟，这里是小峰，欢迎收看本期技术军事。据说鬼牙教团总共有50万只绿皮混种，而这艘名为索利斯的太空废舰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鬼牙教团的行动基地。教团的标志是一张长满尖牙的大嘴，这代表了他们的神明大巨兽，其实就是大吞噬者。虽然绿皮混种和其他基因窃取者一样崇拜大吞噬者到了疯狂的地步，但以绿皮的脑子，他们确实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大吞噬者的虔诚，就连教团主教都不知道该如何举行仪式和虫巢舰队取得联系，就算是知道他也打不通。这都归功于绿皮与生俱来的特殊灵能，这些主教本身就是极其强大的灵能者，多亏了他们无意识所产生的大量瓦力场，这让他们与泰伦虫巢舰队的联系完全被干扰。审判庭认为这就是鬼牙教团无法召唤虫巢舰队的原因。尽管和泰伦舰队失去了联系，鬼牙教团还是非常重视信仰问题的。得益于基因窃取者的祝福，绿皮们终于在潜意识层面意识到了他们的使命，那就是向全宇宙传播大吞噬者的福音。在绿皮部落中，他们一般通过分发写有加入邪教的小册子，或者在高处大呼赞美大吞噬者来招募成员。但令人意外的是，其他绿皮部落还挺有礼貌的，并没有殴打并驱逐他们，而是对整个鬼牙教团都避而远之，因为绿皮部落都认为他们是疯子。一般来说，绿皮基因窃取者不太可能被纯血的绿皮所收养。当部落中的绿皮发现后代出现了变异时，例如紫色的皮肤、带有蓝色静脉的扩大的头盖骨、几丁质脊状的前额和巨大的爪状手，他们可能会立马清除混血。事实上，对于基因窃取者来说，绿皮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宿主，因为绿皮混血也是通过真菌孢子进行繁殖的。但由于添加了泰伦基因，从这些真菌子宫中诞生的所有生物都具有类似基因窃取者的特征，无论他们是绿皮、地精还是史奎格。然而，这些新生儿中只有1%的绿皮是纯血的基因窃取者，这个概率是完全随机的，并不像其他基因窃取者那样可以通过繁殖进行进化。
可以这样理解，人类基因窃取者的进化是一个圆，他们下一代的基因是完全固定的，直到第5代杂交种重新变为纯血基因窃取者，然后开始新一轮的感染。然而绿皮的独特繁殖体系使得下一代绿皮杂交种的基因完全不可控。当然了，纯血的基因窃取者就只能通过产卵器而非孢子进行无性繁殖。